听说尼普顿王可以把追回来的财宝送给草帽团，弗兰奇等人十分高兴。没想到这一仗打得这么超值，一下子就要成为土豪海贼团了。人生居然有这么顺利的时刻。路飞三人也是不负众望，很快就找到了卡里布，将他一拳撂倒后，把他吞下去的财宝全部倒了出来。满地的黄金珠宝把三人都看愣了。这个卡里布偷的实在是有点凶残，把人家国库都给搬空了。这么多的财宝搬出去，草帽团也可以富甲一方了。路飞三人将财宝整理一下，装了满满3个大包。三人费力的将财宝背起来，向龙宫城走去。路上，路飞正好路过愚人岛的点心工厂，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聚集。路飞很好事的跑过去打招呼，对岛民们的招待表示感谢。宴会很棒，肉很好吃，尤其是点心最美味了。此言一出，路飞捅娄子了。点心工厂前聚集的一群人都是工厂的工人，前面站着的是左大臣和大马海贼团的战斗员贝克穆斯。左大臣与贝克穆斯交涉甜品上供的事情。本来左大臣想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霍迪一伙人，以点心工厂被霍迪破坏了为借口糊弄过去，但贝克穆斯不依不饶，作为代替大妈来上货的使者，他也想从中得点利，偷些点心中饱私囊。而且大妈的性格十分凶暴，如果没有甜点上供，他一定会暴怒。结果路飞跑出来感叹点心真好吃，贝克穆斯听完头都炸了，这小子谁呀，居然敢和大妈抢点心。贝克穆斯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册，认出了很有名的新人草帽路飞。白胡子死后，愚人岛被大妈霸占，成为了大妈海贼团的地盘。愚人岛就用大妈的海贼旗帜和名号作为保护伞，而作为交换，愚人岛需要每个月向大妈上供大量的甜品。与火爆的贝克穆斯相反，使者蛋蛋男爵看起来更温和一些，不过实际上也更危险。贝克穆斯属于外刚内柔、心地善良的人，而蛋蛋男爵纯属笑里藏刀的杀手。蛋蛋男爵用平易近人的口吻告诉路飞等人，如果愚人岛上供点心超时了，那么大马海贼团与愚人岛的协议就会作废，日后大马海贼团的杀手们就会涌入愚人岛，将愚人岛彻底毁灭。没错，虽然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，四皇大妈就是一个可以为了甜品毁灭一个国家、任性又恐怖的人物。同一时刻，在距离愚人岛遥远的新世界某海域，四皇大妈的地盘蛋糕岛就坐落在这里。大妈手下军队刚刚将一个没有上交点心的国家烧毁，愚人岛的情况已经传到了大妈那里，整个愚人岛在这个月不会有点心上交了。大妈听后暴跳如雷，自己明明特别期待4天之后的茶会，还等着能吃到愚人岛美味的点心。如果没有点心，那种国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路飞一听，四皇大妈居然要为了这种小事毁灭愚人岛，气得他大骂蛋蛋男爵。蛋蛋男爵平静地喝了一口咖啡，大妈电话虫打了过来。贝克穆斯和蛋蛋男爵互相看了看，谁也不愿意第一个接电话挨骂。詹着听说四皇大妈是个女海贼，期待的心跳加速，听到大妈的声音后瞬间就凉了。路飞一把抓起电话，自报家门，我是蒙奇帝路飞。大妈明显愣了一下，沉默几秒后哈哈大笑。路飞，海军英雄卡普的孙子，2年前将铁船战争搅得一团糟的那个小子。路飞提出来将尼普顿王送给他们的宝物全部拿出来，作为吃了他点心的赔偿。蛋蛋男爵立刻借坡下驴，告诉大妈己方的2艘战舰刚刚被一个叫做基德的新人毁了，正急需一笔资金修补点心的事情，要不然通融2周。大妈立刻将蛋蛋男爵臭骂了一顿，海贼怎么可能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妥协？思考之后，确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大妈话锋一转，对路飞产生了兴趣。一个新人居然敢冲撞身为4皇的自己，倒是想看看他有几把刷子。来新世界找我吧，草帽路飞！路飞大吼一声，我正好也有此意。愚人岛交给你这种人太危险了，我要在新世界把你打飞，将愚人岛划到我的地盘。路飞和大妈的爱恨情仇由此开始了纠结，而且在未来几百集中都要一直纠结下去。比如原本对路飞有着很深恩情的慎平，早就已经携太阳海贼团加入了大马海贼团的旗下，之所以拒绝了路飞的邀请，也正是由此原因。白胡子死后，慎平通过加入大妈团为愚人岛拉来了这座大靠山，使愚人岛在失去了白胡子保护后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损失。不过路飞的邀请让慎平产生了心动的感觉，他与尼普顿王商量着离开大马海贼团加入路飞旗下的事情。尼普顿王是一个开明的皇帝，他知道慎平担心如果因为此事激怒了大妈，愚人岛会遭到大马海贼团的报复。尼普顿笑了笑，让慎平大胆去做，所有的事情不必自己一个人承担。而且只要到了那一天，愚人岛就借用新的老大草帽海贼团的旗号来作为保护伞。另一边，大妈同意收下路飞贡献出来的财宝，暂时放过愚人岛一马。右大臣在清点国库失窃的宝物时，发现其中有一件不得了的宝贝丢失了，那就是愚人岛的国宝玉手箱。
说起这个宝物，鱼人族对他又恨又爱。10年前，因为药丸失窃案，右大臣将御手箱里塞满了炸药，计划着如果再有人偷窃宝物，打开御手箱的话，就炸他个怀疑人生。没想到现在御手箱居然连同宝物送给了路飞。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路飞已经把御手箱和宝物一起转送给了大马海贼团。这下鱼人岛和草帽团都摊上大事情了。如果御手箱给大马的老巢蛋糕岛炸了，大马肯定会亲自过来把鱼人岛从海底捞出去锤碎的。尼普顿都傻眼了。路飞还特别自豪地告诉大家，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向大马海贼团宣战了。此言一出，申平和草帽团都傻眼了。这个船长不放出去就罢了，一放出去肯定要惹事情。申平原本对退出大马海贼团模棱两可，现在看来必须要早点抽身了，早退早省心，要不然以后出事了，大马肯定第一个拿身边的申平撒气。被路飞3人组暴揍了一顿，抛尸街头的卡里布此时缓缓醒来，大骂草帽团暴力。好在自己还抢了一堆财宝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结果卡里布一摸肚子，财宝也丢了，气得他骂得更凶了，跳起来去找路飞3人报仇。卡里布在大街上跑着跑着，看到了拿着3大包财宝的蛋蛋男爵和贝克穆斯，跑过去向2人挑战，从肚子里掏出加特林激光枪，对着贝克穆斯一顿猛射。硝烟过后，只见地上有个乌龟壳，贝克穆斯从乌龟壳中伸出4肢和脑袋，并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然后直接一拳头捶过来，连同镰刀一起当场给卡里布报废。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，尼普顿王与3位皇子、公主白星一起将草帽团送到了海港。海港边，桑尼号已经重新镀上了防水层，弗兰奇早已等在桑尼号的甲板上。人鱼餐厅的人鱼女仆们全部围过来送行，山治兴奋的上蹿下跳。索隆走过来拍了拍山治的肩膀，说：“那你就留下来吧，碧血君。”佐大臣给娜美准备了一个新型的记录指针，与娜美所使用的那个记录指针不一样的是，这个指针上有3个针盘，3个针盘都指向不同的方向。佐大臣解释说，这种指针可以在磁场不稳定的新世界中，同时指给航海士3条可选道路。指针颤抖最危险的针盘指的地方很危险，指针比较稳定的针盘指的岛屿就很安全，可以帮助航海士选择最安全稳定的道路。娜美正考虑走哪条路的时候，一边的路飞一眼就相中了中间那个颤抖最厉害的指针。这个地方看起来挺有意思的，乔巴和乌索普都哭了，求着路飞听一次航海士的话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着船长路飞下令起航了。路飞站在甲板上张望了半天，看到申平后，路飞会心一笑，然后大吼一声：“出发！”弗兰奇转动船舵，桑尼号在渔人岛一声声欢呼声中，正式踏上了去往新世界的道路。白星公主看着渐行渐远的桑尼号，感觉心里总有一种遗憾。她跳入水中，游到桑尼号旁边，坚定地告诉路飞，再见面的时候，自己一定不会是爱哭鬼。那时候，一起到更远的海面上去吧。路飞哈哈一笑，白星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陆地，将来一定要带他实现这个梦想。草帽团和白星公主许下约定，做了最后道别。经过草帽团在渔人岛的这一旅行，白星公主的性格变化许多。尼普顿王看着远方的海面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样的恩情永远不要忘记。”桑尼号很快浮出海面，结果突遇暴风雨，狂风骤雨中，路飞一眼就看见了远处那个看起来十分危险的小岛，火山不断喷发，整个小岛似乎还有熊熊烈火在蔓延。路飞用手一指，就去那里。娜美一看自己的记录指针，3个指盘没有一个是指向前面那座岛的，说明那个岛的危险系数不是一般的高，便立刻阻止路飞的想法。路飞满脸的诧异，那可是火山啊，火山喷发多有意思啊！眼看着火海都烧到海面上了，火星随着逆向的海风飘过来。乌索普担心桑尼号撑不住，弗兰奇就给了路飞一个定心剂，让路飞更加坚定要登岛的想法。没关系，桑尼号绝对没有问题。突然，众人听到船上传来一阵诡异的哭声，大家互相看了看，没人在哭啊。走进船舱才发现，居然是船上的电话虫在痛哭。这是电话虫的应急通话，通常来说应该是附近有人遇难打过来的。不过这种紧急信号的可信度非常低，而且还有可能是海军惯用的圈套，一旦接起来，有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。路飞没给大家阻止自己的机会，一把将电话虫接了起来。我是蒙基蒂路飞，将来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电话那边是一个绝望的声音，哭嚎着说：“好冷！”伙伴们一个接着一个被砍倒，武士要把我砍死了。这里是庞克哈萨德。接着一声惨叫，电话虫吐了一口鲜血，那边再也没了声音。乔巴和乌索普吓得失声尖叫。路飞冷静地说：“有一股暗箭的味道。”提到武士这2个字，索隆和布鲁克都感觉很熟悉。在莫利亚篇章的时候，索隆曾和一个名为龙马的武士交过手，得到了宝刀秋水。难道这个武士和龙马有关系？武士之国和之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，整个国家也没有加入世界政府，但是国内的武士十分强大，连海军都不敢靠近。
从电话虫的电波范围来看，这个紧急信号应该就是从前面那个被大火覆盖的小岛传过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那里应该就是电话虫里所说的庞克哈萨德。路飞大吼一声：“登岛！”另一边，罗宾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，电话虫的电波被人中途截了下来。海军J5支部的船停靠在附近，船上是任职海军中将的斯摩格和任职海军上校的达斯奇。斯摩格此行就是为了击打草帽团，窃取了电话虫的电波后，将目标也指向了庞克哈萨德。达斯奇很担忧，4年前庞克哈萨德曾发生了一起巨大的事故，一直到现在那里都是被封锁的无人岛，盲目登岛怕是会有危险。斯摩格倒是无所谓，去一趟总比守株待兔强，而且按照路飞的性格，应该会喜欢在这种地方冒险。为了避免电话中的紧急信号是陷阱，草帽团决定兵分2路，一伙人看船，一伙人跟随麻烦精船长登岛。大家抽签决定，最后由索隆、乌索普、罗宾和路飞组成侦察小队，先行登岛查看情况。4个人驾驶迷你梅利号，借由纳美制造出来的云桥，翻过了庞克哈萨德外围的火海，成功来到岛上。四周的温度几乎能把人烤熟，眼前是一个置身于火海中的铁栏杆围墙，正门上有一个外军的牌子，上面写着庞克哈萨德，牌子下面标有警示标识，危险，禁止入内。同时还有世界政府和海军的标志在上面，看起来应该是世界政府的地盘。乌索普很庆幸，转身想要溜回去，索隆上前2道就大门展开，乌索普很无奈，只能硬着头皮通行。要知道非法闯入世界政府的禁地可是重罪哦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岛仿佛都在燃烧，而且看上去应该是由事故或者灾难引起的巨大火灾，就连刚刚的暴风雨都浇不灭岛上的火焰。由此可见，这个岛多么诡异。4人来到了一个断层边，下面一大群的建筑都被火焰包围着，不过看起来那些建筑不像是民房，应该是世界政府的设施，大概可以推测，有可能是政府的什么化学设施发生了爆炸，引起了重大的火灾。世界政府把这里封锁起来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不过有一件事让人觉得更加诡异，刚刚在电话筒里求救的那个人明明说的是好冷，这里明明被火焰所包围，把人烤得都快要融化了，怎么会说冷呢？突然一个恐怖的声音从空中传来，4人一愣，接着就是巨人撞击大地的爆裂声。4人回头一看，全部愣住了，就连一路上嘻嘻哈哈的路飞也吓得瞪圆了眼睛。在4人面前的分明是那种只有在传说和幻想中才可能存在的生物——龙。守护在桑尼号上的纳美等人此时正悠哉悠哉地吃着冰激凌，喝着水果汁。纳美突然注意到庞克萨德远处的天空，脸色一沉，暗道不妙，那边云的形状分明就是冰天雪地的天气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